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贵州黔南，这里属于龙里县。我们经常每天要喝水啊，放水龙头。那么今天带大家看一看真正的龙吐水，就在我身后这座大山上面，有一个金龙吐水。经常说在古代的一些宫殿呢，碰到下雨天会有龙吐水出现，就千龙百龙吐水。那这里呢，今天呢也看到了真正的龙吐水了。现在我们去看看。我是路过这个地方才看到的，它刚好呢就在高速路口旁边。你在高速上行驶的话，也能够看到这个龙吐水。金龙就在对面那座山上面，在半山腰。大家猜一猜高度有多少？大概是60米，而且那个龙头呢非常大，金光闪闪的。当然，这个不是黄金做的哈，是属于纯铜制作的。大家猜一猜重量有多少？我在网上看资料，大概有12吨，非常庞大呀。真正的龙吐水就在贵州龙里体现了。在龙里这个地方，我发现了有好多龙，有这个金龙，有黑龙，还有旁边也有龙头，不知道是不是跟它这个地方有关系啊？桃花盛开，春天各种花呀。马上就到达这个金龙吐水的下面。水流非常庞大，那么这个龙头是在一个大山里面，那这个水是怎么由来的呢？难道属于地下暗河吗？大家猜一猜，能不能猜得到？其实不是的，它这个龙吐水呢，相当于也是一个抽水，就是水是循环的，下面的水抽到上面，然后流下来，就反复这样的循环，就跟我们经常看到景区有个湖啊，水流下来的一样道理，非常庞大吧？现在这里呢，也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点了，来游玩的人特别多。我们这样看一下，龙头非常大吧？我感觉，单单这个龙头高度的话，都有好几米啊。龙是我们国家的图腾，我们也是龙的传人。但是龙有很多种啊，有黄龙、黑龙。黄龙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在传说中乃真龙，是为普惠大地之龙，寓意呢是给龙里人民带来吉祥安康。站在附近还能听到一些声响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抽水泵的声音呢？但是就是有一点，我在想，它这个金龙是怎么放上去的？这么高，12吨，如果用吊机的话，那也是要很大的，并且呢，这个距离比较远，搞不明白。大家有知道这个是怎么安上去的吧？看起来是挺壮观的。上面呢还有2个字“龙里”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属于龙里县吧。这个水流呢，一年365天是不间断的，一天20小时，一年365天是永不间断。反正走到龙里这个地方，到处能看到龙。因为本身这个龙也是跟当地的传说有关的，就是在很早之前，在当地这个一条河流，一条小鲤鱼跟村民呢经常嬉戏。有一天呢发生了大水，淹没了村民的家，结果还在涨水。那小鲤鱼看到这种情况呢，为了挽救当地的村民，就把那些洪水全部吸到自己的肚子里面。那洪水退去了，那个小鲤鱼呢，身体呢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变成了一只小金龙，相当于是蜕变嘛。那自然而然呢，这个龙里呢就有龙的传说，大概就是这么由来的。反正很多地方的龙也好，凤凰也好，猴子也好，这些生肖或者动物啊，都是跟传说有关的。这个龙吐水刚好惯养了这些花朵。这个龙头大家猜一猜有多大？高16米，长16米，宽16米，重达将近12吨，全部是用黄铜制作，非常高啊！你看看那个水流喷出来的水，上面集中到下面呢，就变成一个瀑布了。所以说这里也叫飞龙瀑布、龙吐水瀑布、龙头瀑布，都可以这样说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离那里呢就是20米距离，还有水珠下来。
现在每天来游玩的人很多啊。现在确实发现一点，自从有了这个智能手机，全民老少都喜欢自拍，大妈也特别喜欢。男的可能拍照会拍，但是自拍少。但是呢，像这些女孩子、大妈、奶奶级别，都是喜欢自拍。你看前面也是一个老奶奶的自拍，特别有意思。这金龙吐水也可以称之为是水龙头，而且号称世界最大的水龙头，因为确实是一直在吐水，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水龙头非常像。你看看它吐水的地方，有点像平面一样的，不是像我们的管子。这个水龙头很独特吧？贵州厉害了，中国厉害了，这些建造者也确实厉害。金龙吐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去旁边的地方转一转，看一看。在金龙吐水的对面，现在就是一个打造的古镇，也到处展现了龙啊。你看看，我们一进来就发现，这里也是一条龙。从这个里面进去呢，它就是很多商铺，不过现在非常清静，很多店铺都关门了。这里很多好玩的，这个是鼓啊。如果大家去丽江的话，可能有好多人那种手拍鼓啊。这里也是一种好玩的东西，给大家展示的。这条街都是展示的一些娱乐性的。这里叫做龙门阵，那大家自然是听说过龙门镖局了，看过这部电影了。那这里呢，也有一些这种类似的展示。这个其实也算一种乐器了，就是让我们说的电影里面说天气干燥，小心火烛，就这个。像这些都是一些涂鸦画一样的。那这个非常明显了，龙门镖局押货的。这部电影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看过。不过就是有一点，这里非常清静，店铺呢大部分是关闭的，因为现在特殊时期嘛。游客呢还有一点，贵州这几天降温了，今天可能才10来度，而且有风，非常寒冷啊。我们说春天来了，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可能温度都比较高，这里呢还是比较冷的，所以都说夏天贵州适合避暑嘛。这里是一个擂台，刚好又碰到一些大妈在这跳舞，翩翩起舞啊！现在应该到处都能看到广场舞，大妈是比较喜欢，所以很多大妈出来旅游，他们也喜欢跳舞，只要有空间。这里可能就是镖局的人准备出发，马在喝水。那前面呢就是他们押运的东西。看看这个，是不是经常有一句话这样说的：寒江孤影，天涯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说的是不是这个？因为这个在视频里面很火啊，很多人呢，包括大人小孩弄了个披风。那这里估计也是嘛，因为这里有点是说龙门镖局，你看马还有这个车押运的，所以我估计是这个展示啊。越往前面走，这里呢就越冷清。刚刚我们说这附近呢到处都有关于龙的展示，这里也不例外，在这个古镇里面也弄了一个龙头，跟刚才那个龙头有点区别啊。那里是龙吐水，这里呢是单独的一个龙头在这里，也是比较大的，好像也是铜制作的吧，高度可能5、6米吧，若隐若现的龙头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龙头？这个龙头我感觉有点奇怪的就是它的眼睛是闭着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们一般看的话，龙是睁着眼睛的嘛，它这里是闭着，大家有知道原因吧？没想到在贵州的一个小县城看到这么多关于龙的故事，所以这里可以称是龙的盛宴。